她为了变美，每天等老公出门后，就偷偷跑去野外收集烂泥巴，细细研磨后，再加入一点神秘液体，搅匀后就往脸上抹。再后来，她变本加厉，甚至开始研磨石头做面膜，没想到效果还真不错，她竟变得容光焕发。其实这面膜的神奇之处都在这瓶液体里。为了探索这水的特性，她立马拿给老公喝，没想到老公连续喝了几天后，感觉状态和刚开始很不一样。原来这液体就是被称为液体黄金的白桦树脂，是桦树用来滋养新芽的养分，含有大量对人体有益的营养元素，但它每年只有10多天的采制期，一旦错过就一滴都没有了。加上它喝起来自带甘甜，口感细腻柔润，一直受到富人们的追捧，价格也随之暴涨。幸运的是，在我国北纬47度的小兴安岭就拥有着大量的白桦树林。近些年，我国也开始重视起白桦树脂的开发，并逐渐形成了储存、运输、灌装的完备产业链，这才把价格打了下来，真正做到原汁原味将白桦树脂交到您手中。它的配料就只有白桦树原汁，不掺一滴水。如果您经常应酬烟酒不断，平时又吃得太油腻，不妨喝上一些白桦树脂，它喝起来有股淡淡的桦木清香，口感清冽甘甜，喝上一口满满都是大自然的味道。宿醉的早上或者熬夜后，可以来上一瓶，在家里或者车里也可以多备一些。不过桦树脂现在的产量依然很稀少，还没喝过的朋友，推荐您品尝下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它全身没有骨头，把头固定住，甚至可以旋转360度，直接吓傻了围观群众。不仅如此，手腕也可以360度转动，手指都能做出反人类的动作。2只手合在一起，很轻松的就能把手背掰到后面。工作人员尝试了一下，差点没骨折。他连脚后跟都能翻转到前面，离远了看，差点分不清前后。高难度的瑜伽动作也不在话下，身体极度扭曲，即使连专业的瑜伽教练看到都被吓了一跳。他们说从来没见过这么柔软的人，他还教给瑜伽教练一个动作，结果教练根本做不到这就很尴尬了。他的绝活还不止这些，舌头都能吐出一朵花，而且想要几个花瓣就可以卷出几个，最多能卷出8个花瓣。肚子也可以随意折叠，反手拿东西也是易如反掌，肩胛骨都好像翅膀一样，全身上下都非常的柔软，好像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真的是一个奇男子啊。他的头和手长在了一起，连续40年用手撑着睡觉，就算强行把手拿开，但很快又会自己撑起来。虽然睡觉过程中头会不停的摇晃，但就是不会掉下来，就算翻个身也很快用另一只撑起来，就很神奇。节目组怀疑他装睡，但老婆说他40年来都是这样的，这么睡40年胳膊真的没事吗？只见大叔干起活来一点都不含糊，端起100斤的水桶都轻轻松松。大叔还说这种睡眠姿势不仅手不会麻，还睡得更香了，甚至还救过他的命。这又是为啥呢？他说之前家里闯进一个小偷，小偷看到他的奇葩姿势，还以为是睡梦罗汉，直接就吓跑了。附近邻居家都被偷了，唯独他家没有丢失任何东西。后来邻居都学他这样睡觉，他根本坚持不了5分钟。那他为啥会有这种迷惑行为呢？大叔说自己从18岁开始就这样睡觉了。原来40年前经常有人在他家果园偷苹果，轮到他守夜的时候实在太困了，想要睡一会儿，但地板很硬也没有枕头，他突发奇想用手把头撑起来，没想到睡得非常舒服，甚至打起了呼噜。从那之后就形成了习惯。但是这样真的健康吗？来到医院一番检查下来，医生说他患有间歇性的呼吸障碍，奇葩睡姿让舌头阻塞了呼吸道，所以有时在睡眠中会无意识的呼吸暂停。为了健康必须要改掉这种睡眠方式。最后大叔也表示不再当睡梦罗汉了。和大叔有类似爱好的还有下面这个男人，他睡觉必须要抬腿，还说这样舒服，周围人都不相信，觉得他在装睡。但3个小时过后，大叔就这样一直抬着腿，看起来好像不是装的。节目组做了个测验，让5个人同时抬腿，不到1分钟，有人已经在发抖了。5分钟后，所有人都败下阵来，唯独大叔的腿还在悬空。走近一看，人家已经睡着了，即使在家里那也要抬着腿，被子都被他撑了起来。监控也显示大叔整夜都抬着腿，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迷惑行为？节目组带大叔来到医院，经过长时间的检查，医生说大叔的腿没有任何问题听到这话大叔开心了，不用刻意的改变自己了。半夜去厕所，马桶里总会出现没有冲的尿，但主人每次上完厕所都会随手冲马桶，而且家里就他一个人，这就很诡异了。房子呢还是租的，才住进来半年而已，当时的租金还很便宜，证家里真的有别的东西。主人现在怕得很，半夜都不敢上厕所，只能憋到天亮。天亮后来到厕所，又出现了没有冲的尿，看尿的颜色，这东西还有点上火。主人决定豁出去了，在厕所安装了监控，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竟然是他家的猫。猫难道会上厕所？主人说等他上厕所你就知道了。等了好久，猫咪都没有要上厕所的
的意思，倒是主人来了尿意，刚来到厕所，猫咪就跟了过来，直接跳上了马桶，像人一样蹲在那里开始释放，表情十分严肃。主人还说自己从来没有训练过它，那它为啥会在马桶上厕所？专家说，猫喜欢模仿主人的行为，如果你们关系很好，猫会表现得像人一样，以此来得到更多喜爱，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小猫就是主人收养的流浪猫，之前主人上厕所，猫就会蹲在厕所里仔细观察，现在呢，如果厕所门关了，猫还会叫个不停。为了方便它上厕所，主人决定以后就不关厕所门了，如果它能冲马桶的话就更好了。无独有偶，下面这件灵异事件也和猫有关。这个健身器材会自己运动，周围没有人，也没有一丝风，它却持续摆动了30分钟，仿佛有人在上面锻炼一样。旁边还经常出现一只黑猫，黑猫死死地盯着健身器材，器材一动，黑猫就叫，看起来非常瘆人。诡异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清晨，虽然漫步机已经停止了摆动，但手臂健身器又开始自己转圈，周围依旧没人，也没风。工作人员壮着胆子来到旁边，突然就感到一阵寒意袭来，健身器依然我行我素，转个不停。很明显啊，这鬼不怕生。有个工作人员不信邪，直接站上器材运动起来，一切都很正常。等他下来后，器材竟然持续摆动了1小时，难道一切都是因为惯性的原因？之前的小姐姐半信半疑的站上器材，运动起来真的好丝滑。节目组又把手臂健身器做了个对比，用相同力气转动健身器，这个问题器材比其他的整整多转了半个小时。这时公园的管理员大爷来了，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是前几天新安装的，涂抹了过量的润滑油，所以比较丝滑，只要轻轻一晃就可以持续摆动很久，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现象。健身器材很可能就是这只黑猫晃动的，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然而下面这家发生的事就多少有点诡异了，它在墙上不能挂任何小孩的照片，只要一挂上就会被墙壁震掉，就好像里面有人在敲墙，每过5分钟墙里还会发出奇怪的声音，小孩每天都会被吓哭。最近还变得越来越离谱，不仅墙会响，地板也开始震动，尤其到了晚上声音更夸张，弄得一家人都无法睡觉，甚至到了只有吃药才能睡觉的地步。主人说已经有3年没能好好睡觉了，他们把家里能发出声音的设备都拆了，声音依然没有停止。奇怪的是邻居家却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邻居怀疑会不会墙里藏了什么东西，工作人员趴在墙上等待声音出现。뭐야 이거 뭐야? 声音远比想象的大，节目组猜测会不会是建筑工地的声音，但他家附近并没有施工现场，锅炉和水箱也检查过，没有任何问题。就在这时，专家发现楼下的水表管道有问题，一旦过水，水管就会震动。专家关闭了水管，果然声音都没再出现。接着再次打开水管，声音再次出现。专家解释说，声音就是水压造成的，水压冲击使得管道震动，然后又引起了墙壁震动，进而产生了声音。随后改装了管道，一切恢复了正常。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这是一棵会生钱的树，每天都能在树下找到1枚硬币，这些就是最近收集到的硬币，很奇怪，都是50的。店主说2个月前打扫卫生时，在店门口的树下意外发现的，之后每天都会出现1枚硬币，他也不敢用，只是把硬币收集起来。对于这种现象，有人说柿子树果实累累，象征着家族兴旺，可能是有人对着树许愿丢的硬币，这种说法还是挺靠谱的，毕竟我们这边也有许愿丢硬币的做法。奇怪的是，附近其他柿子树下面却找不到任何硬币，只有他店门口的树会这样，这就有点诡异了。店主很焦虑，这是有人在对自己下蛊施法吗？节目组安装了摄像头，想要找到丢硬币的人。经过漫长的等待，一位可疑的大妈出现了，她不经意地路过柿子树，随手朝树下丢了一个东西。节目组迅速出击，面对质疑，她却说什么硬币不硬币的，我丢的是一片树叶。原来大妈喜欢闻树叶的味道，时间一长，树叶的味道就淡了，自己就随手丢了而已。看起来好像真的不是这位大妈。节目组决定继续观察，一直到深夜都没有出现可疑人物。第二天早上7点起床到树下一看，再次发现了硬币。节目组赶紧调监控，发现了一个行为可疑的大妈，她在早上5点的时候有目的的朝树下丢了一个东西，随后匆匆离开。店主看到这一幕讲话了，原来这个大妈是收废品的，每天都会来店里收废纸箱。为了确定丢硬币的是不是她，店主在1枚硬币上做了记号。没一会儿，大妈又来收废品了，随后在店里买了1杯咖啡。店主把带记号的硬币找给了她，大妈刚出门就把硬币丢在了树下。随后店主找到硬币确认了，一直丢硬币的人就是废品大妈。节目组赶紧追了上去，大妈也承认了，丢硬币的就是自己。至于为什么一直这样做，大妈说店主每天都会把废纸箱给自己，而且还不要钱。为了感谢店主，又怕店主不接受，才会偷偷的把硬币丢在树下。至此真相大白，一个温暖感人的灵异事件。大妈最后也向店主解释了一切，和废品大妈一样，下面这位大妈也有反常行为。大妈交不起水电费，却每天给陌生商贩送钱，每人大约给2万，而且还不买东西，不要的话她会把钱丢进下水道。市场里的商贩都无缘无故收到过，就连街头卖菜的大爷大妈也收到过。这种奇怪的行为每天都会上演，而且最近金额也在变大，有人竟然一次收到了17万。大妈送钱也从不废话，丢下钱就走。假如一天要发10万，1年就是3600万。有人认为大妈可能中了彩票，然后想做善事回报社会，不然普通人根本没这么多钱。
钱。节目组在他经常发钱的路口安装了摄像机，经过漫长的等待，一个拉着购物车、穿红色衣服的女人出现了。她先来到银行取钱，取完钱随手把一些钱送给了旁边坐着的老太太。老太太说：“真的奇怪，我都不认识她啊。”大妈刚离开银行，就开始给路边的小贩发钱，发完继续去下一个地方。节目组追上大妈，想了解下情况。大妈发现了摄像机，拉着购物车就溜了。大妈的迷惑行为还在继续，买了几个汉堡后，给旁边的人分了几个，路边树底下丢一个，剩下的直接丢进了垃圾桶，这多少就有点浪费啊。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大妈同意让节目组跟她回家。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她家里很破，而且家里只有大妈一人，那她为什么要给别人送钱？大妈却一口否认，说自己没有给别人送过钱。交不起水电费的大妈每天却给陌生人送钱，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大妈却说自己没有给陌生人送过钱。节目组说我们都拍下来了，就是你啊。大妈改口说自己是奉命办事的，是大山守护神让自己这么做的。然后大妈又扯了一些有的没的，越说越玄幻。节目组还发现她家一直没有交水电费，大妈的存折上也只有几万块，看起来生活本身就很困难了，根本不足以支撑她每天出去送钱。这时大妈又说自己把股票卖了，但看起来像是临时编的谎话。第二天大妈又去了银行，把刚取出来的15万直接放在大厅的凳子上，谁想要谁要。节目组把钱收起来还给大妈，大妈突然哈哈大笑，直接把钱丢进了下水道。这种反常举动，节目组觉得有必要带大妈去看医生了。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大妈的情况，想要帮助她都被拒绝了。节目组想要说服大妈去医院，还是被拒绝。接着大妈还哭了起来。经过连续几天的劝说，大妈同意去医院。一番交流过后，魏浩宇医生认为大妈患有精神分裂症，同时还出现了幻觉，都是由于长期缺爱导致的。医生建议大妈要敞开心扉，分享自己的感受。街道办事处表示会帮助大妈，给她温暖，让大妈感受到被爱。曾经收到大妈钱的商贩也表示会把钱还给大妈，希望她能好起来。至于她的钱到底哪里来的，节目中也没说明白。就这样吧，如果现实中遇到这种送钱的人，你们一定不要大惊小怪的，请叫上我，谢谢。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鸡蛋连壳一起吃，一天要吃1斤蛋壳，大妈已经吃了10年。香蕉在裤子上蹭2下啊，直接连皮吃，再来一口带皮的橘子。哈密瓜，带皮吃，甚至连苹果核也要吃，这样吃不会吃出问题吗？而他自己却说这是外壳救了他的命。这又是为啥？他也不解释啊，反而变本加厉，觉得果壳不过瘾了，直接吃起了生板栗，看样子味道也不错啊，2口就能吃下一个。大妈的闺蜜都很担心她，叫她来吃饭改善一下。没想到啊，大妈却把饭菜扔在一边，拿起蟹壳直接开灶。她边吃还边嫌弃，说螃蟹啊还是生的好吃。接着又把朋友吃剩的鱼骨头用菜叶包起来，几口就吃了下去。那她为啥要吃这些呢？真的是奇怪。到目前为止，带皮的水果没有什么是大妈不能吃的啊，即使是榴莲它也是带皮这个没有。大妈说果皮才是好东西，有营养，而且自己很健康。接着她终于告诉大家吃这些的原因。原来啊，当年她得了很严重的胃溃疡，有天痛到无法忍受，莫名其妙吃了带壳的鸡蛋，没想到喂了一下她就不疼了，从此就走上吃壳的道路。节目组也带她去检查了，胃病真的好了，身体啥毛病没有，但医生还是建议大妈少吃，不然很可能会损伤肠道。一定要吃的话，最好中午吃。和大妈一样，下面这个大爷也是狠人，他把洗洁精当沐浴露，白醋当洗面奶，食用油拿来护肤，还说比护肤品好用。13年来都是这样护肤的。护肤3部曲安排上，第一步往毛巾上挤入洗洁精，接着往全身涂抹，脸上也不能少啊，拿水一冲，第一步完成。接着倒出白醋，均匀的涂抹在脸上，拍打拍打，促进吸收。最后一步往皮肤上涂抹食用油，保湿又美白。他说白天要用玉米油，晚上用花生油，这样保湿效果最好。工作人员摸了摸，果然很光滑。这样一套下来的话，就可以上烧烤炉了。不仅如此，大爷刷牙也要用白醋，说可以消菌杀毒，口气都变得清新了呢。至于牙膏嘛，有别的用处。只见他往手上挤入半管薄荷味牙膏，接着就开始洗头了。你别说，泡沫还挺丰富的。大爷说这样洗完清爽自然，工作时也要随身带着白醋，没事就要拿出来涂一涂。看电视也不能闲着，连妻子都不能理解大爷的奇葩操作，直接把妻子熏走了。为了达到更好的保湿效果，他还会用食用油自制面膜。不得不说，皮肤看着细腻了很多。医生也没有检查出任何问题。由于大爷年龄大了，如果继续这样操作的话，皮肤可能会恶化。这种护肤方式好不好不知道，反正我感觉挺入味的。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凌晨3点，奶奶却不停地往地板上泼冰水，说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保命，还说他家的房子会自己加热，室温常年64度，把平底锅放地板上，不开火就能把鸡蛋煎熟，水龙头流出的也都是热水，墙纸都烧焦了，往墙上泼水还会发出滋滋的声音，不小心碰到都能烫个水泡，在屋里站一会就会汗流浃背。不仅如此，卧室的温度竟达到了70度，这睡一觉还真有可能会死。为啥会这么热呢？起初都以为是加热器出了故障，检查后发现加热器根本就没插电，所以不可能是加热器问题，
大家又觉得那肯定是电路方面的问题，接着检查了所有电路，结果一些正常有可能的因素都排除了，但还是找不到问题所在。奶奶热得根本睡不着，只能不停往地板上泼水来降温。邻居们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说房子下面有温泉，还有人说房子下面有地狱之火。一时间关于他家的谣言越来越多，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在节目组测量外墙温度时，意外发现电表的温度异常高，即使在断电后，它仍在工作。看来这电表有问题啊！打开电表的瞬间，火花四溅，原来这电表漏电了。专家说房子高温很有可能就跟漏电有关，随即对房子里里外外研究半天，终于知道了怎么一回事。原来这房子是钢架结构的装配式简易房，当电表短路时，整个房子都是导体，产生的热量会通过钢架传递到整个房子，所以才会出现超高温的现象。幸亏发现的早，不然煤气罐都有可能发生爆炸。随后维修人员找到粘在一起的电线，经过修复，一切恢复了正常，这下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大妈脑袋里长了一块吸铁石，头上总会吸到曲别针之类的小东西，而且还不会掉，走到哪吸到哪。但脑袋看起来没有任何异常，而且最近经常无缘无故的头痛，疼得他满头大汗。去医院做了脑部 CT， 但机器一直叫个不停。医生刚开始还怀疑他戴了发卡，经过多次检查，医生也震惊了，他脑袋里还真的有一个12毫米的东西，边缘看起来很锋利，就镶嵌在头骨上，距离大脑不到1毫米。如果穿破头骨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奇怪的是，头上并没有任何伤口，大妈也完全不记得这东西是怎么进入脑袋的。医生怀疑是小时候摔倒后，这东西就卡在了脑袋里，当时没注意，慢慢的伤口就愈合了。随后大妈被送进了手术室，经过漫长的等待，医生成功把这东西取了出来，在体内存在了30年，表面都已经生锈了。那到底是不是吸铁石呢？经过分析啊，这东西和吸铁石成分很像。专家说，这种金属一般都是用作加热元器件，像吹风机了、取暖器里面都有这种东西，很难想象是怎么进入脑袋的。手术后大妈状况良好，再次进行 CT 扫描啊，机器也没有响。看着伴随了自己30年的吸铁石，大妈唏嘘不已。无独有偶，下面这个大爷脑袋里也有个东西。大爷脑袋里有一颗子弹，只要一思考，脑袋就会疼。子弹已经存在了40年，很多年前和朋友玩射击，被朋友不小心打到的，当时就做了手术，本以为子弹完整的取了出来，但由于最近剧烈头痛，去了医院，才发现脑袋里还有残留的碎片，专家都不敢相信他还活着。妻子很震惊啊，说一直以为丈夫脑袋都是浆糊，没想到还真差点成浆糊。但是现在有个棘手问题，子弹距离大脑关键区域只有3毫米，要想取出子弹，很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事故。由于暂时没有太大的问题，医生建议保守治疗，平时头痛的话可以吃点药。大爷也觉得本来子弹都在脑袋里待了40年了，也不差这几年了，对吧？和他一样，这个男人脑袋里有一颗螺丝钉，而且头上没有任何伤口，不记得怎么卡在里面的。他说之前被椅子撞到了脑袋，当时血流不止，去医院做了脑部 CT， 才发现脑袋里有一个2厘米的东西。不过还好，这东西只停留在了头骨上，医生认为可能是螺丝钉，但五金店老板表示自己没见过这种螺丝钉。母亲也很震惊啊，说他小时候头上没有受过伤，和医生商议后决定立即开展手术。几个小时后，东西终于被取了出来，医生认为是雨伞的伞头，确实非常像。他也说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拿伞打着玩，可能无意间就卡在了脑袋里。不过现在他可以健康的生活了。要我说更奇葩的还要数下面这个大妈。大妈屁股上长了一块6厘米长的玻璃，玻璃已经存在了36年，她却毫无察觉，还说一点都不痛。直到一次健身的时候，突然屁股剧烈疼痛，检查过后才发现屁股里竟然有一块玻璃，玻璃距离肠道只有1厘米，剧烈运动或者稍有不慎都会伤到内脏，按说都会出现感染或者肿胀的情况，但大妈36年来没有任何症状，这就很奇怪了。那玻璃是如何进入身体的？大妈回忆说，年轻时有次不小心撞碎了玻璃门，当时就腿上扎了一个玻璃碎片，其他地方没感觉到疼，万万没想到屁股上还有一个，就这样存在了36年。下面这个男孩也很神奇，他从8岁就开始脱发，全身上下一根毛都没有，眉毛光秃秃的，下巴也干干净净，甚至连睫毛和鼻毛都没有。同学们嘲笑他是怪胎，这让他很自卑，不管去哪都要戴着帽子，连帽子后面的洞也要缝起来，永远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他说走在街上，感觉别人都在议论他，甚至患上了抑郁症，休学了1年，即使在家里也要戴着帽子。母亲说去过很多医院都没有治好，节目组带他找到毛发专家，检查了半天，终于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根毛发。专家说这种情况是有可能治好的。听到这话，母亲激动的哭了，她也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决定不再在乎别人异样的眼光，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那就祝他赶快自信起来吧。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
婴儿车被包了起来，里面时不时传来怪叫，没有人知道婴儿车里面是什么。大妈整天推着婴儿车流浪，晚上就睡在公共厕所，这样生活了10年。问她为啥不回家，她却说家里有个怪东西会隐身，就算在外面冻死也不敢回去。即使在外面，她依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跟着自己，警惕地看着四周。白天她又毫无目的的流浪，拿出一盒猫罐头开始吃，还往婴儿车里放了一点，这才看清楚，原来婴儿车里面还有一只猫。经过一番沟通，大妈同意带我们去家里。她家门上安装了5把锁，里面还有一道防盗门，进来后要赶紧用一个柜子挡住。屋里窗帘紧闭，没有一丝光亮，并把所有家当都放在了衣橱里，甚至包括电饭煲。节目组安装了摄像机，想要拍到大妈说的那个怪东西，然而一夜过去并没有任何发现，却发现大妈行为举止很反常。只见她半夜好像听到了什么，惊慌的来回走动，还时不时跪在地上，嘴里一直念叨着什么。节目组很疑惑，大妈神秘的指了指天花板，说你难道听不到声音吗？那个怪东西就躲在天花板上呢。但工作人员并没有听到任何奇怪的声音。节目组觉得这一切都是大妈想象出来的，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她决定去医院。一番交流下来，医生说她患有妄想症和精神分裂，必须尽快吃药治疗。原来之前她妈妈生了一场大病，因为没钱治疗嘛，很快就去世了。没过多长时间，父亲也去世了，她感觉自己没有保护好父母，从那时起内心充满了愧疚，只有在人多的大街上才能避免内心的孤独，只要在房子里就会产生屋里有别人的幻觉。他家的房子会自己加热，室温常年64度，平底锅不开火就能煎鸡蛋，水龙头出来的也都是热水，墙纸都烧焦了，往墙上泼水会发出吱吱的声音，不小心碰到地板都能把手烫个水泡，工作人员踩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不仅如此，卧室的温度竟然达到了70度，这睡一觉还不就8分熟了，而且地暖早就关了，电源早就拔了，不可能是地暖问题，那会不会是电路问题造成的？节目组检查了所有电路，结果一切正常，有可能的因素都排除了，但还是找不到问题所在。大半热的根本睡不着只能不停地往地板上泼水来降温。邻居们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说房子下面有温泉，还有人说房子下面是地狱之火。一时间关于他家的谣言越来越多，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在节目组测量外墙温度时，意外发现电表的温度非常高，这就很反常了。打开电表的瞬间就冒出了电火花，维修人员发现电表和配电盘之间没有断路器。另外他家房子不是混凝土结构，而是钢架结构，当电表短路时，整个房子都是导体，产生的热量会通过钢架传递到整个房子，所以才会出现超高温的现象。幸亏发现的早，不然煤气罐都有可能发生爆炸。维修人员找到了粘在一起的电线，换上了新的电表，一切恢复了正常，这下可以凉爽的睡个好觉了。然而下面大叔家里发生了更离奇的事，他家的墙会拉屎，每天早上就会出现满墙的便便，有长有短，最长的有25厘米。然而这条街上只有他家墙上会出现这种现象。你要说有小动物在地上拉屎可以理解，但是墙上是怎么拉上去的？有的位置比人都高，一般的小动物是做不到的。那会不会得罪了什么人？大叔说自己为人和善，从没和别人有过纷争，这种情况是半年前开始的。他还安装了监控，但一直没有拍到可疑人员，便便都是突然出现的。节目组请来专家，决定从便便入手。专家开始收集大便，他们要从便便里提取 DNA 来确定到底是什么物种的粪便。节目组也没闲着，架起了多个摄像机，全方位监控这条街。一夜过去了，便便再次出现，查看录像可以清晰的看到便便是从天而降的，没有拍到任何生物，这就很惊悚了。这时便便的分析结果也出来了，专家说是人类的粪便，而且还是女人的。那现在好办了，只要是人为的就一定可以拍到它。节目组安装了更多的摄像机，一夜过去了，果然有收获。录像显示便便是从他家对面飞出来的，还拍到了始作俑者是一个满头白发的人。大叔看到都懵了，说这是他家对过的邻居，名声很好的，从来没想过是他们做的。节目组拜访了邻居，老人说自己妻子有老年痴呆症，不知道妻子的这种迷惑行为，表示很不好意思，说可以帮忙打扫，以后会看住妻子，不会让她乱丢便便。大叔也很无奈说本来想找到人要点赔偿的，想想还是算了吧，最后表示可以理解，以后不再出现这种事就更好了。然而下面餐厅遇到了更灵异的事，这家餐厅的橡胶手套每天晚上都会被撕得粉碎，形状非常不规则，看起来不像是人为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它瞬间分解。店主说这种情况已经持续2周了，非常诡异，想想就起鸡皮疙瘩，以至于早上开门都不敢一个人进去，等员工到齐后才敢进入。来到后厨一看，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员工分析，如果是动物的话肯定会找东西吃，不会没事撕手套的，但是房间的食物并没有少，那会不会是人？工作人员试了下，根本撕不开，即使用剪刀也做不出这种粉碎的效果。店主想到了一个方法，下班前把面粉撒在地板上，等明天看看有没有脚印就完事了。节目组也架起了摄像机全程记录。第二天一早，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然而一个脚印也没有。查看录像后发现，手套竟然是自己慢慢分解的，完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自己就裂开了，这很不科学。难道真的遇见鬼了？节目组找到专家仔细观察录像后说，手套应该是被臭氧破坏的。餐厅一般会用臭氧消毒，臭氧有很强的氧化性，可以轻松氧化手套中的分子结构。至于为什么只发生在晚上，是因为白天一直通风，但是晚上臭氧就聚集在一起了，浓度高了就可以腐蚀手套。为此专家还做了个实验，密闭空间内臭氧很快就把手套分解了，至此真相大白，一切只是个化学反应而已。只要晚上也把通风打开，就可以解决这个灵异事件了。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这个小区地面温度高达83度，新鲜树叶只过了2分钟就被烘干了，轻轻一捏就成了粉末，蚂蚁爬过直接烤焦，连鸡蛋都能煎熟。奇怪的是，周围都不热，偏偏就这1平米的水泥地发热。即使等到太阳下山，这一块地方依然是热浪逼人。小区居民议论纷纷，有人说是漏电导致的，还有人说是天然气泄漏引起的。随后大家找来电工师傅检查了半天，结果呢并没有漏电。很快天然气公司的人也来了，他们拿出探头在地上扫了半天，也没有检测到泄漏的天然气。小区居民看着这一块发烫的地面，心里头更加不踏实。大家决定挖开地面，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找来了几个工人就开挖，可是没想到越往下挖温度越高，还伴随着阵阵白烟。再一看温度计，都已经到100度往上了。看到这反常的一幕，有人大喊火山要爆发了。一听这话，几个工人吓坏了，说啥呢也不肯往下继续挖，还把已经挖开的坑赶紧填上了。但火山爆发和这相差实在太远，属实不太靠谱。又有人说会不会要地震了，一听这说法，整个小区是人心惶惶。有人还闹着要搬家，物业赶紧请了几位专家来调查真相。一番调研之后，专家怀疑是放射性元素裂变造成的。这句话让所有人大惊失色，专家赶紧拿出仪器一通检测，还好没有检测到任何放射性元素。为了找出真相，专家说还得继续往下挖，但随着坑越刨越深，又一个令人惊讶的情况出现了。挖到大概1米深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滩积水，紧接着本来一直冒热气的坑慢慢就凉了下来，白烟呢一下子也不见了，连各位专家也是一脸懵。专家们商议片刻，说还得继续挖。为了加快进度，大家又请来了专业的钻探队，工人们搭起钻探架，把一根长长的砖头打进了地里，这一下去就挖上来很多黄土。钻探结果表明，小区地下的土层非常松软。这时专家一拍脑袋，说应该是地热导致的这种现象。专家认为在小区地下几千米处有着一些很细小的地下裂缝，地球内部的热量通过缝隙顺着松软的土层跑到了地面，就造成了地面发热的现象。至于挖掘过程中发热现象突然消失，是因为泥水混在一起形成了泥浆，这些泥浆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些缝隙给堵住了，地热也就被隔开了，所以地面自然又恢复到了正常温度。这个大爷30年吃了40万颗糖，这绝对是你见过最爱吃糖的大爷。只见他夹起一片泡菜，两面都蘸上白糖，接着塞进了嘴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1勺白糖，就连吃炸酱面他都要加入1包白糖，搅拌搅拌就开始享用美食了。这种神仙吃法震撼周围的人一整年。他见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这是他认为最热情的方式。他嘴里随时随地都含着糖果，一天就要吃60颗糖，口袋里也装满了糖，除了睡觉基本上都在吃糖。又到饭点了，大爷打开糖罐子，把满满1勺白糖加在米饭里，做了个白糖拌饭，这个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吃米饭的。然而接下来的操作就比较奇葩了，他夹起一片泡菜，蘸上一点白糖，接着就送进了嘴里。这还没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1勺白糖，这个我就接受不了了。饭后大爷还得来一杯糖水消消食，然后1勺2勺8勺，他一共加了9勺白糖，倒上一点点水，搅拌一下，一饮而尽。就这种喝法，他每天都要喝5杯，算下来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还有400块糖果，这属实已经在人体承受范围之外了。这样吃糖牙齿能受得了吗？大爷轻蔑一笑，说开什么玩笑，我没有牙，我10年前就用上假牙了，反正不是自己的牙，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嘿嘿。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糖的？原来30年前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不得不戒掉了烟酒，于是找到了糖果作为替代品。好消息是他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坏消息是他得了不吃糖就难受的病。说起来也是搞笑，大爷虽然吃了大量的糖，但得糖尿病的却是他从不吃糖的妻子。大爷每天都会锻炼1小时，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好，但是他真的健康吗？节目组带他来到医院，一番检查过后，医生说虽然你暂时没有糖尿病，但是你有高血压，还是建议赶快戒掉糖，这样才能保持健康。最后大爷表示，为了健康自己会尽量少吃糖的。老爷子这种情况算比较好的了，下面这个男人就比较严重了。这个男人从出生就喝可乐，33年滴水未进。只见他打开一瓶1.5升的汽水，不到5秒钟瓶子就见了底。吃饭的时候他先倒上了3碗不同颜色的汽水，这几碗汽水就是他的主食，那一点点米饭只是他的配菜而已。吃一口米饭就要喝1碗汽水，他一天要喝3瓶1.5升的汽水，已经连续
续喝了33年，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30多圈。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升的体重。不仅如此，他的牙齿也被汽水腐蚀坏了，还得了关节炎。为此，他不得不每天吃药，一把药物塞进嘴里。接着就奇葩了，他竟然用汽水送服。他为什么不喝水呢？他却说听到这种回答，节目组觉得很搞笑，怎么可能呢？每个人都可以喝水啊！为了解答疑惑，他决定现场演示，一口矿泉水下肚，紧接着而且他头上也渗出了汗珠，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不能喝水。他说只要喝水肚子就会痛，真是奇了怪了。原来他小时候得过一场重病，做完手术后，母亲给他准备了很多食物，但他自己什么都吃不下，只能喝一点汽水。从那以后就开始喝汽水了。母亲起初对儿子很心疼，于是放任他不停地喝汽水，没想到最后却沉迷于汽水，无法自拔了。接下来按照惯例，他被带到医院做检查。首先确定的是他的牙齿都成了蛀牙，需要尽快治疗。在经过各项检查后，医生说他现在的骨骼年龄已经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了，而且他的关节问题更严重，有些关节已经粘在了一起。医生建议他必须停止喝汽水。至于他为什么喝水就会肚子疼，心理医生认为可能是小时候的手术或者当时服用的药物引起了一些副作用，但更多的还是心理作用。几天后，节目组做了个回访，发现他家里已经看不到汽水的踪迹了。他说自己已经把汽水都扔掉了，现在每天都吃蔬菜，用新鲜果汁代替了汽水，希望可以赶快恢复健康。如果要论对汽水的痴迷程度，下面这个老爷子表示不服。连续20年喝可乐，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大爷一口气就喝完了1.5升的可乐，但他却说自己喝的并不多，然而转身又干完了1瓶可乐。老伴也无法阻止大爷，他每天都要喝6瓶1.5升的可乐，工作时也要随身带着1瓶，工作累了就要打开可乐，随时随地补充能量。到饭点了，自然也少不了可乐，米饭里倒上半碗可乐，搅拌搅拌，就做成了一份可乐捞饭，先喝汤后吃饭。你别说，我感觉这样好像还不错的样子。那他这样喝可乐多长时间了？大爷说也没有很长时间，也就20年吧。所以20年内每天6瓶可乐，那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40多圈了。但是20年前他从未喝过可乐，原来他曾经嗜酒如命，长期酗酒给自己造成了严重伤害，他不得不戒掉酒精，于是用可乐作为替代品。这一喝不要紧，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即使喝到牙都掉光了也无所谓。老伴试图带他去看牙医，大爷却说你有钱烧的啊，有那钱买可乐不香吗？可乐在手，精神抖擞，根本不用去医院。不过最终还是被节目组带到了医院，首先检查了他的牙齿，医生说大部分牙齿都坏掉了，变得很脆，基本上不能咀嚼食物了。接着进入全面检查，医生表示他患有骨质疏松症，而且大爷已经70多岁了，如果不想开席的话就要停止喝可乐。大爷轻蔑一笑，听完医生的话转身就走了。他还说看得出来大爷对可乐是真爱啊。好了，我是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